头好痛，这是哪里？这里不是我的房间。不要飞升，飞升是骗局！我操，什么鬼？飞升这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这他妈还是国内吗？一人飞升，全家享福，这字儿被人专门涂抹掉了。我们都被骗了，灵气即将复苏，蓝星才是最佳修仙锦地。蓝星，这里不是地球。已经确定了，我这是穿越到平行世界了。从建筑风格来看，这个世界跟我原本生活的世界科技水平应该处在接近的水平。没有断电，说明全人类飞升的时间应该不久。不管那么多了，先出去看看，找找有没有什么线索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最先飞升的人似乎发现飞升是一场骗局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全人类依旧选择了飞升，还唯独把我落下了。警告！检测到外神即将入侵，倒计时720:00分0秒。什么玩意儿？外神入侵？我懂了，外神入侵恐怕就是因为这个。全人类在明知飞升是骗局的情况下，才会选择集体飞升。可为啥唯独只把我落下了啊？喂！检测到主人强烈的修行意志，主线任务30天成就仙王计划已确认。接下来30天内，本系统将每日发放修行任务，主人完成任务可获得对应的奖励。30天成就仙王？今日修行任务已发放，入定冥想视为修行的第一步基础，请主人冥想5分钟。奖励：筑基期修为大道混沌圣体。我操，这奖励也太丰厚了吧！大道混沌圣体，这名字一听就牛逼克拉斯啊！各部门汇报情况：全域直播摄像机正常，天气控制系统正常，实时收音系统正常。这到底在干什么？怕是被吓到了吧？毕竟这可是10大财阀耗资100亿打造的仿真城市，已经完全相信我们为他编织的世界观了。那子不会真信了吧？哦，我的上帝，他该不会真在修行吧？哦，谢不肉，他是想笑死我，然后继承我的斩杀线吗？我抗议！10大财阀这样的行为简直是践踏人权！恭喜主人完成第1天主线任务，奖励发放中。我的发，你们看到没有？那人身边好像有什么动了一下。我也看到了，这难道就是神秘的东方力量？顾长风身上好像有淡淡的金光，这啥情况？3花聚顶，武器超然，成了！我峰哥成了！这就是成为修仙者的感觉吗？感觉好像除了全身充满戾气之外，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嘛。我操！我操！我看到了什么？车门被直接拍扁了！这是人类能拥有的力量吗？节目组的人呢？别慌，这肯定是节目效果，为了让那人相信，故意做局罢了。他联合发布声明，孤独者直播表现出的一切超凡能力，系拍摄组为节目效果更加逼真，配合顾长风动作进行的表演。假的？相信科学？不会吧？这导演组也太过分了，简直把峰哥当小日子整啊 ！fuck！ 我是说过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弄点特效，可我刚才还没发指令，是谁在自作主张 ？Sir， 我们都没有控制场景，那是怎么回事？别告诉我，那顾长风真会修仙？导演，检查到一处场景设飞故障，工作人员已经修复了。故障？去告诉那些只会吃华夫饼的废物，如果再有下一次，他们就不用再来这里工作了。今日修行任务已发放，强健的体魄是修为万丈高楼的地基，奖励仙丹期修为仙地级功法。任务终于来了，到鸿蒙诀仙地级功法，听名字就是好东西。我昨晚没修行功法，体内修为都壮大了不少，如果再得到仙地级功法，必然是如虎添翼。亚当先生，你只有一次开口的机会，我奉劝你最好想好了再说，我不想听那些糊弄蠢唾的说辞。这顾长风有点不对劲。我已经盘查过了，布置场景时的道具用的是真家伙。无理的东西！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我在会见重要的客人，还不给我滚出去！亚当导演，出大事了！峰哥慢点跑啊，我都快看晕了。听说过晕机、晕车、晕船的，晕直播我还真是第一次经历。10大财阀那些家伙，昨天还辟谣说峰哥的修炼是假的，现在打脸了吧？峰哥这时速都奔80去了，正常人能有这速度？董事会的猜测果然没错。这个大夏州小子身上肯定藏着我们不知道的秘密。亚当，接下来董事会会加强这座孤岛附近的安防，等直播节目结束之后，第一时间把这顾凌风送到研究所。您要把他拼高达？
回，请求开火。准许开火。Help！ 我需要支援。确认目标失火，干得漂亮！总算死了，害死我们30多名战友，几十架战机，这怪物到底从哪儿来的？戒备周围，防止其他州的人过来抢夺战利品。运输机已经在路上，务必确保将该不明生物尸体送往研究所。是。我操，怎么回事？警告：检测到外神爪牙进入位面。外神爪牙，不是说29天以后外神才会入侵吗？经扫描，该敌对目标并非外神，只是金丹巅峰魔物。外神正在破开蓝星位面壁障，这个过程中，位面壁垒会被逐渐撕裂，将会有越来越强的魔物进入蓝星位面。金丹巅峰吗？比我高一个大境界还多，有点棘手啊。筒子，你能检测到对方的大概位置吗？检测中，经检测，该金丹巅峰魔物距离主人的位置13500公里。什么鬼？1万多公里？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全力奔跑想赶过去得好几天。对方实力比我强，就算速度是我10倍，也得几个小时呢。这时间足够我完成任务了。到时候金丹打金丹，我还真未必会怕的。西部沙漠发生的事情，诸位应该都知道了吧？听说了，那不明生物的尸体1小时后抵达研究所，我们会尽快安排人进行解剖。不，你不明白我的意思。这是那个被直播的。没错，这个展现出了远超人体极限的力量，而恰好我们的节目刚开始不久，那不明生物就出现了。我怀疑这2件事之间可能会有联系。恭喜主人完成第2天主线任务，奖励发放中。功法奖励发放完毕，已为主人传承先帝级功法大道鸿蒙诀。这就是铁火灌凝的感觉吗？修为奖励发放完毕。一粒金丹吞入腹，方知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尽管现在的我距离飞升还很遥远，不过总归是看到追赶全人类的希望了。我操，峰哥抬举了，金丹都整出来了，你这实力已经可以不吃牛肉了。楼上的10大财阀肯定傻眼了，他们整了个假飞升忽悠峰哥，结果我峰哥反手发动俺心思之力，真把金丹给修出来了。自娱自乐还上瘾了，节目组都说过了，这不过是在用特效配合那顾长风的幻想罢了。哟，他们就喜欢自欺欺人。都别吵了，我住在西方沙漠的亲戚给我发来视频，听说有不明生物出现，导致白银州损失了几10架战机，连这玩意儿都出来了，还有人怀疑我峰哥能修仙。说来就来，这么给力，好筒子。就这里了。峰哥在跟谁说话？难道是发现我们了？不应该吧？别逗老子笑了，节目组太有活了，把那都搞成人格分裂了。我现在全力奔跑的速度比昨天快了10倍以上。这么看来，那个金丹魔物应该不知道我的存在，不然就算他速度跟我差不多，1晚上的时间也足够找过来了。你也发现了？那似乎知道那头怪物的事。你打算怎么办？这场直播，10大财阀可投入了不少钱。真是短视，钱这种东西只是最没用的废纸。相比之下，这小子身上藏着的秘密，远比那些没用的数字更有价值。进来。你要干什么？这是昨天夜里德克菲家族在那不明生物血液中提取出的药剂，研究所第一时间进行了人体实验，药剂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人爆发出惊人的力量。你疯了！直接进行人体实验，这是不合规。哦，上帝宝贝儿，卡特财团肯定是疯了，才让你这么天真的家伙来当财阀代表。哼，听着，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，一个是钱，一个是命。每人喷发1管试剂，发现情况不对立马注射。给我听好了，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把那给我活戳回来。Yes sir。
漂亮，太漂亮了！我操，还真能发出剑气！童子，我这任务可算完成了。剑胎品质合格，请主人为剑胎命名，完成命名后即可完成任务。我小时候如果能有这样一把剑，不吹牛逼，方圆30里内，一株完整的油菜花都不会剩下。决定了，这把剑的名字就叫花商，油菜花之商。恭喜主人完成第3天主线任务，奖励先帝级御剑术、混沌青莲剑诀，奖励发放中。我操，成了！啊！我操，真飞起来了！10大财阀的洗地狗说话，我得发，这家伙竟然会飞！上面那些人不是说这家伙只是个力量大点的怪胎吗？这玩个蛋啊！所有人，计划暂时取消，目标超出预期，掌握飞行能力。全体隐蔽，等到晚上顾长风大作的时候动手。Yes sir。这简直把牛爵爷的棺材都掀了！一个人就能飞，如果能得到他飞行的真正秘密，这绝对是最佳的单兵飞行作战武器。你们这群饭桶，10几分钟前就已经登岛了，为什么还不动手？戴明特阁下，不是我们不想动手，而是我不想听什么借口。听着，约翰尼，活捉顾长风的事你不想干，有的是人能干。明天早上太阳出来前，我见不到那只，你知道下场。我 fucking。刚起飞的时候有点吓人，不过适应以后，这种一念御剑起，天地在脚下的感觉，简直爽到爆炸！咦，那个地方，昨天我跑步的时候也经过了，但为什么我对那2艘小船没什么印象？是我记错了？是坏的，这么看来，应该是我看错了。很好，按照这个进度，今晚我应该就能突破元婴。已抵达指定位置，行动时钟已校准，请求指示。动手。Yes sir。奇怪，好像有什么动静。今日修行任务已发放，检测到有入侵者出现，与敌人斗法是修仙者成为强者的关键，请宿主斩杀入侵者，进度015，奖励大道须弥果。我操，怎么回事？大半夜差点没给我吓死！发生什么事了？真是一群井底之蛙，这还看不出来吗？这些人身上穿着的衣服是 Stars 精英小队的作战服。Stars 小队，你们大夏州的天天叫唤，现在 Stars 小队出手了，等着看被你们吹上天的顾长风会死得多惨吧！奇怪，这些家伙怎么看也不像魔物，不过身上的确是有灵力波动。接近金丹期的速度，不过太慢了。好快，他比我们打了药剂之后还要快。这家伙不对劲！所有人听着，授权使用杀伤性武器。这些家伙是人，虽然听不懂他们的狗语，不过这些人彼此间有配合，能沟通。仔细看的话，身上的衣服也是人类的作战服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直播信号打断了，楼上的别叫唤了，Stars 都出动了，顾狼风肯定有问题。这场节目怕是要提前结束了。各大洲的观众们，我是导演亚当，很抱歉，直播出现了一些技术性问题，节目组正在全力抢修。枪？这个世界不是人人修仙，全民飞升吗？ No no no！ 能听懂我说话吗？很好，想活命的话，接下来我问你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恭喜主人完成第4天主线任务，奖励大道须弥果，奖励发放中。这就是大道须弥果。童子，这玩意儿有什么作用？解释：大道须弥果服用后可巨幅强化主人肉身，
提升主人的感知能力，提前催生神识，开辟识海。我操，这么逆天！大道须弥果果然是好东西，不光提升了我的肉身，开辟了识海，还助我一口气突破到了元婴后期。楚门的世界吗？有点意思。既然你们想玩，那我就配合你们好好玩玩。他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他知道了？我不知道你们是谁，不过我想。今日修行任务已发放，检测到主人正处于他人窥视中。身为修仙者，当时刻隐于神秘之中，请主人找出岛上所有监视设备5459个。任务奖励：极品化神丹。多少？当前进度5459%。当前进度5459%24。全人类飞升的事应该是假的，虽然不知道躲在幕后的这些家伙到底是什么人，有什么居心，不过你们惹错人了。按照刚才举手表决的结果，直播继续。戴蒙德，我还是感觉这样有点太冒险了。那个顾长风明显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存在，而又他掌握着我们无法理解的力量，惹怒这种人绝不明智。我并不这么觉得。戴蒙德，你想发疯无所谓，但这场直播节目是10大财阀共同执行的，我们卡特家族可没有义务为你的傲慢买单。我本来以为能代表一方财阀的，至少不该是蠢货。事实证明我错了，布朗尼，你的懦弱简直令你的家族蒙羞。什么意思？如你所见。这个会议桌是用高强度合金打造的，它就在昨晚，我们对那未知生物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新的强化剂不但能大幅增强人体的力量，还更加稳定，不会让人失去理智。你打算用这些人去对付顾长风？你难道就不怕他们重蹈 Stark 小队的覆辙？大夏州有句古话叫做夏虫不可语冰，布朗尼小姐。我认为你缺乏足够的能力承担现在的工作，我会向10大财阀理事会建议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也罢，就让你服气好了。这头未知生物不会平白出现，它的背后至少会有族群有更加强大的同类生物，这将会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。刚才那些家伙就是我们在新时代中立于潮头永不坠落的根基。还真是够下血本的。当前进度1443%5459。咦？终于恢复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 ？Stars 的人呢？还用问吗？肯定是被我峰哥解决掉了。区区精英小队也敢碰瓷我峰哥？等等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顾神解决那个精英小队，岂不是知道节目组的存在了？我操，啥情况？他已经发现自己被人戏耍了，他怎么知道摄像头在哪里？节目组快出来给个解释啊！诸位早上、中午、下午、晚上好，我从未见过你们，不过我相信
各位应该对我已经很熟悉了。如你们所见，我的确已经成为了一名修仙者。我操，这是峰哥本人亲自实锤了！起初知道这一切的时候，我还是有些生气的。亏我还天真的努力好几天，想要追赶全人类的脚步。峰哥本以为自己是弱鸡，结果发现全人类才是弱鸡。笑不活了！我何德何能被孤神追赶？话说孤神收徒弟吗？我人美声甜，腰细腿长，不收徒弟收炉鼎也可以哦。好了，我不是专门打招呼跟你们闲聊的。出于人道主义，今天我就告诉诸位一个重磅消息：大概26天后，外神就会入侵地球，入侵蓝星。希望各位拿出自己所有的本事，活下去。外神入侵，戴蒙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一个几秒钟解决了精英小队，掌握了超凡力量的家伙，发现这场直播的秘密，似乎也不算什么稀奇事。你应该知道，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那个外神入侵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会尽快核查，如有必要，我会派人与顾长风进行接触。那你最好动作快些，别让这再说什么危言耸听的消息。刚才因为他的言论，10大财阀的股票下跌了0.2个点，你应该知道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。法克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支援，我们需要更强的火力支援！哦，我的上帝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连导弹都无法伤害到它。长官，我方战斗人员损失惨重，与那未知生物交火不到5分钟，我们足足损失了60多架战机，数百辆坦克。这样下去，我们会被活活耗光有生力量。没办法了，看来只能向白鹰州求援了。唉，警告！检测至外神爪牙进入位面。刚才那颗流星，童子，扫描下具体信息。经过扫描，该魔物为元婴期巅峰修为，降落地点为群星洲。元婴期巅峰。听说没有？群星洲出事了。听说跟前2天白鹰洲一样，是未知生物。在线吃瓜，听说群星洲损失惨重，我有亲戚在附近。这次来袭的怪物比上一次还要强大。难道顾长风没有骗人？26天后，蓝星真要有危险。这么看来，下一次再出现的魔物，可能就是化神期了。化神期强者能够开辟识海，万一落在附近，到时候说不定能感应到我的存在。这么看来，得抓紧时间了。太可怕了，这简直就是灭世的魔鬼！上帝保佑！上帝保佑！我可不想跟这种怪物打呀，连导弹都炸不死他，难道只能动用终极大杀器了吗？那个顾长风，就是被10大财阀直播的那个，他不是自称修仙者吗？东方大夏州的修仙者不是要斩妖除魔卫道吗？他为什么不来保护我们？这玩意儿好像也不是杀不死啊！听我汤姆表叔说，白鹰洲在杀死这种未知生物后，从血液里提取出了药剂，可以让人拥有超人的力量。他们既然可以，那我们群星洲岂不是也可以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当前进度已完成。恭喜主人完成第5天主线任务，奖励极品化神丹，奖励已发放。这就是极品化神丹。话说筒子，这极品和普通有什么区别？普通化神丹炼化后，突破化神期的几率为80%，同时会在体内累积药性杂质。主人获得的极品化神丹，服用后突破几率为100%，同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。我去，好东西啊！
理事会的老东西向我施压了，我会再安排一群人进去，趁顾长风冥想的时候解决他。亚当，该做什么你应该明白吧？戴蒙德先生放心，这是我们准备的后手，只要戴上手表的人进入孤岛，摄像机的镜头就会主动避开他们。很好。可是恕我直言，戴蒙德先生，有话就说。这顾长风感觉有点神秘，上次进去的精英小队，一个照面就被他全部杀死了。这次，亚当·维金斯，你的话有点多了。别紧张，群星洲的事你应该听说了吧？就在5个小时前，白鹰洲300发导弹洗地，干掉了那个家伙。这次进入孤岛的人注射的药剂，是从新的未知生物体内提炼的。那这次精英小队的成员实力比上次提升了多少？5倍！50倍！我们做过测试了，用新药剂强化过的精英小队成员，可以在1秒之内杀死上百个用旧药剂强化的实验人员。我操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啥情况？谁扔的闪光弹？法克，搞什么鬼？幸亏我这里是白天，节目组脑子抽风了吗？咦？已登岛，请求指示。Over。目标任务已醒，计划改变，正面击杀顾长风。孤岛节目组会为你们提供最大程度上的支持，授权使用一切手段。Yes, sir。这条通道可以通往孤岛的任何地方。你们佩戴的全息护目镜里会随时有提示，指引你们前往目标所在地。Sir， 请您放心，我必带着顾长风的尸体来见您。突破化神期之后就是方便，神石竟然还能这么用。今日修行任务已发放，检测到主人已突破化神期，修行进度远超计划预期，请宿主潜心修行6小时，巩固根基。任务奖励：先帝级修行感悟灵力篇。先帝级，我操，这个有点狠啊！ Sir。 行动暂停，目标似乎又要冥想了。何时行动我会通知你，尽量想办法给我抓活的。 Yes, sir。已赶到预测落点附近，请求指示。时刻准备交火。是。按照目前公开的情报，从破坏力来看，这3头未知生物实力至少不弱于群星洲出现的那头怪物。那也要打。 首长，确切消息，白鹰洲研制出了2代强化作战服，注射过强化药剂的士兵，作战能力至少要强过1代强化士兵30倍以上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更要打了。顾长风先前的话，真假暂且不理。时代即将迎来变革，落后便要挨打。全力出击！ 梦已经准备好，就等别进来了。行动 ，Plan B， 要活的。Yes, sir。
我操的，别怕，峰哥小心啊！顾神可不是普通人，10大财阀这些人敢惹顾神，肯定没好果子吃。可悲的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白鹰洲官方已经公布了新的强化药剂制造出来的超级战士，实力比旧版强大几10倍。顾长风这次死定了，耶稣也留不住他。我说的。这颗毒气炸弹用的药量足够麻翻几千头大象，哪怕是经过身体强化的我们也扛不住。等会儿开门之后，一定要戴上防毒面具。时间差不多了，麻醉毒气应该起作用了，不要发出声响。进门。Sir， 不对劲儿，这小子好像没有被麻倒。怎么可能？什么？别紧张，这次万事俱备，我们必然成功。怎么回事 ？Boss， 通讯正常，已屏蔽直播节目的声音，并与2代小队建立通讯。干得不错。汇报现场情况。Sir， 暂未发现异常，作战小队全员确认存活。这金光作用未知。作用未知。Sir， 我已亲自尝试，未发现异常。目标人物危险性太高，不要打草惊蛇，先撤退。Yes, sir。Sir， 有大麻烦了。怎么回事？这金光太坚固了，我们合力也破不开它。什么？我似乎低估了那家伙的实力。你来做什么？看我笑话吗？当然是来给某个自大的蠢货擦屁股。理事会会长的调令应该发到你邮件了。现在开始，全场最高指挥权归我了。照他说的做。等他清醒后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那第2小队的人，当一个人掌握着超人般的力量，任何妄图与其讨价还价的想法都是脑子有病。戴蒙德犯下的错误，我没有理由为他买单。理事会给我的任务只是顾长风。恭喜主人完成第6天主线任务，奖励发放中。奖励发放完成，恭喜主人获得先帝级修行感悟灵力篇。这就是先帝级的灵力感悟，竟然能用灵力化作我想要的一切。灵力所化的东西，竟然还保留原有的特性，太逆天了。光顾着玩了，倒是忘了，昨晚摆下的瓮里还有鳖没捉呢。目标人物出现，警戒！我操，好炫酷的特效！峰哥到底什么修为了？楼上冷静，顾神的实力也是你能瞎猜的。凭空造物，这是神明的能力啊！万能的主啊，您为何不眷顾自己的信徒，而让那个拥有成神的机缘？上次没留神，让幕后那些家伙杀人灭口了。这次我用灵力封住了他们全身经脉，强行锁住他们的生命力。我倒要看看那些家伙还怎么灭口。你干嘛？他早就知道些什么了，现在灭口意义不大了。让他知道了我们的位置，你觉得他会让我们活命吗？理事会对你的评价果然没错，刚愎自用，傲慢偏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就是个傲慢的蠢货。你
他制服2代精英小队用了不到3秒钟的时间，而你到现在还认为我们要与他为敌，不是蠢货又是什么？你想与他和解？布朗尼，你太天真了，别忘了，顾长风是被我们抓到孤岛上的，我们对他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，你我心知肚明，你还想跟他和解？身为你我这般层次的人，你应该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。理事会对他提出的言论很感兴趣，我们要的是超然于世，故再强大，束之高阁即可，并不影响我们继续超然。只要他愿意，理事会可以让他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。而他接受了蓝星，总会需要人来为他管理这颗星球。你想活命，我问。武大龙，我明白了，你想问的我都会回答，希望你言而有信。那就看你表现了。峰哥，不要啊！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你现在给他松绑，这家伙会跑的。楼上的你懂什么？顾神能轻松拿下对方，就肯定有后招。感觉他不开口说话，我敢有任何动作，绝对会死。说吧，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操！被发现了！不是在看我？峰哥收徒吗？这是直播？如你所见，全人类飞升的事情是一场骗局。这是由10大财阀联合出资打造的一场真人秀节目。你又是谁？布朗尼·凯特，现任这场真人秀节目的第一负责人。哼，现任。之前负责这场节目的戴蒙德已经被解除了职务。顾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想代他向你说一声抱歉。道歉？没错，关于这件事，10大财阀深表歉意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代表理事会单方面答应你的一切条件。得了吧，说那些虚头巴脑的有什么用？我猜10大财阀可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才让你出来对我说这些话的，对吧？顾先生是个直爽人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哦，顾先生的实力我们已经见识过了，恕我直言，你的力量比那些突然出现的怪物还要强大。现在恐怕人类的蘑菇弹也难以对你产生威胁了吧？这是在探我的底。不敢。无妨，你们可以试试。不过我会将之视为10大财阀对我宣战。太狂妄了，这家伙简直……没带脑子来开会的，自己滚出去！刚才收到消息，大夏州已经击杀了那3头未知生物，现在他们手里的样本比我们更多。拉拢顾长风是我们继续压制大夏州唯一的机会。布朗尼，他是个喜欢直来直去的人，废话就不用讲了，直接告诉他10大财阀可以向他效忠。他可以成为蓝星的主宰，我们愿意成为他手下的管理者。我就直说了，10大财阀在蓝星很有影响力。所以呢？如果你说外神入侵的事情是真的，10大财阀想要请求你的庇护，我们愿意宣誓向你效忠，承认你为蓝星的主宰，而10大财阀会为你分担一切繁缛的管理工作。合着在这儿等我呢？这些家伙倒是够精的，发现惹不起，直接就光速滑跪。效忠的事先不急谈，有几件事我要先弄明白。愿闻其详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这些家伙是怎么回事？从几天前开始，世界各地出现了一些未知生物，我们将其击杀后，在他们的血液中提取到了一种外神血清，可以赋予常人超凡的力量。血清？第二波人实力比第一波强了不少，肉身实力差不多元婴初期到元婴中期之间。没猜错的话，那些未知生物应该就是系统说的外神爪牙。咦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家伙
像是突然失去神智了。主人，此人已被外神血脉同化，身体与神智同时畸变，成为了外神爪牙。同化？没错，这些魔物的血液拥有腐蚀同化的能力，同化速度因人而异，与魔物同境界修仙者必定无法抵抗同化。我操，这么霸道！虫子，我族降临蓝星，你必死无疑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亚当，给我切其他视角。布朗尼小姐，黄皮，顾长风住处的摄像头除了正在使用的这一个外，其他全都损坏了。若我感知没错的话，魔物在蓝星出现了3次，我要知道确切的地点。白鹰洲西部、群星洲自由岛，还有哪里？大夏洲。大夏洲。根据我们得知的消息，大夏洲已经击败了那头怪魔物，想必用不了多久，他们也能提炼出血清。我们所掌握的情报只有这些。顾先生，我们还是来聊聊正事吧。如果您愿意接受10大财阀的效忠，我们效忠就不必了，我没什么兴趣，也不喜欢这么快华贵的人。我这人喜欢清静。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把直播节目恢复，今天的教谈就当没发生过。当然，事情既然挑明了，你们若自己找死，再派人来打扰我，后果自负。他真的能？不，我的上帝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照我说的做，否则下次被斩断的就不是你们的头发，而是首级。亚当，按他说的做。是，布朗尼小姐。部长，我们成功了，强化血清已经成功提取出来了。太好了。部长，您这是要10大财阀的人可以肆无忌惮拿真人来实验，我们不能，也绝对不会拿无辜人的性命来冒险。怪物的尸体从送到研究所到提炼出血清，都是我负责的。为了大夏洲在超凡力量上不落于人后，以身试药，我责无旁贷。部长，给各位一个忠告：白银洲也好，大夏洲也好，不想死的话，最好不要使用从魔物体内提炼出来的血清。老肖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刚得到的绝密情报，白银洲那边注射了血清的超级战士出现了大规模的失控。你还没测试血清吧？没有。那就好，万幸你还没注射。上面刚收到的风，说白鹰洲那边超级战士都失控了，有不少甚至畸变成了那些怪物的模样。老肖，你怎么了？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，事情过于巧合了。顾长风早不提晚不提，偏偏这时候说血清有问题。你怀疑顾长风跟10大财阀？不无这个可能。刚才节目中断，不用想也知道，10大财阀肯定跟顾长风接触。什么？什么情况？上头说了，无条件信任顾长风。恭喜宿主完成第9天修行任务，奖励仙帝级杀伐秘术天地追魂剑。好东西。顾神又变强了吗？算是吧。峰哥，出大事了！有一头强大的魔物降临在了大夏洲的领海上，军方已经动用了战术导弹，但根本打不过那个东西。哦，我们的弹药快打光了，请求火力支援。系统，
什么情况？检测到化神期魔物降临在大夏州东海岸，该魔物对主人威胁过低，故不进行通报。威胁过低？峰哥，这次的魔物不对劲，我舅舅在作战部工作，说实在没有办法的话，就要动用蘑菇弹了。蘑菇弹？求顾神出手！顾神帮帮大夏吧！峰哥救命啊！我家就在附近，我不想死啊！大夏州发生的事情，你们应该都知道了。是的，布朗尼小姐。你们认为顾长风会出手吗？他想不想出手，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我们也拦不住他。现在理事会光是为了解决那些畸变的超级战士，都已经焦头烂额了，根本没有多余的火力来配合我们。布朗尼，先把孤岛的事情暂时交给戴明德负责，你立刻来总部一趟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你很聪明，本座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。顾长风不愿与我们合作，想从他手里得到超凡力量，更是难如登天。恰好此人找上门来，世界必将变革，10大财阀必须超然。为此，效忠于谁，区别并不大。待我本尊降临蓝星之前，不得轻举妄动。任何行动必须获得本座允准，明白？是。对了，那个叫顾长风的虫子，本座很不喜欢。我授权你可以操控所有畸变者。本座降临蓝星的时候，不希望看到他还活着。如您所愿。我明明知道你不是他，可有些刻在骨子里、血脉里、根源里的东西，却是让我难以袖手旁观。童子，你说我该帮大夏州一把吗？本系统只有辅助主人修行的功能，无法替主人做出判断。修仙者，修道亦是修心，一切是非皆由主人残决。长官，我们快顶不住了！顶不住也得给老子顶住！兄弟们伤亡惨重，那怪物破坏力太强，继续战斗下去，也不过是送死而已。你以为老子不心疼吗？他们都是老子手下的兵，是老子从生瓜蛋子看着他们一点点成长起来的。看他们伤亡，老子比谁都心疼。可我们身后是无数平民百姓，我们若是退了，数以千万的平民怎么办？长官，我够了，我知道你不是孬种，坚守在这片战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。可我们身上穿着这身衣服，握着这把钢枪，那就算是死，也必须死在身后平民百姓的前头。全线注意，后方平民还要2个小时才能完成疏散，在这期间，就算是死，也不能让那怪物逼近海岸线1步。是，长官。多希望筒子直接给我发个任务，我也就不用纠结到底该不该出手了。不过筒子说的也对，修行亦是修心，空有实力，没有配得上实力的心境，也算不上真正的强者。顾长风，我们聊聊如何？戴蒙德，正是。我们应该没什么好聊的吧？在之前的事，我不与你们计较，只是因为亲自动手杀你们几个蝼蚁太掉价了。但这并不代表你有在我面前嚣张的资格。是我失礼了，姑，
你要相信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做一笔交易。直说，我不喜欢卖关子。戴蒙特这家伙在布朗尼之前是负责整个枯岛项目的，想来也是10大财阀的高层。这种人跟我有什么好谈的？实不相瞒，我在理事会中失势了。所以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现在的你超然于世，但曾经的你只是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，所以你不明白，在这种权力绞杀的中心失势，就意味着万劫不复。与我何干？当然跟你有关系，我知道一些秘密，这些东西你一定会感兴趣。我打算用这些秘密跟你做一笔交易。哦，请你务必要相信我的诚意，我太了解理事会那些家伙了，一旦他们打算彻底放弃我，我的下场会很惨。那要看你拿来交易的情报够不够买你的命了。为表诚意，我先说第一条情报：大夏州遭遇魔物袭击，虽然在奋力抵抗，但整个防线陷落，不过是时间问题。说点我不知道的。也是，大夏州现在关注你的人很多，你应该在战术平板里看到弹幕中的信息了。不过我既然说拿来保命，自然有我的倚仗。你确定？当然确定。这背后意味着什么，想必你应该能猜到，而这也正是我决定和理事会别列的原因。我承认，我是个利益至上又有些刚愎自用的人，但我很清楚，在你所说外神入侵这件事面前，人类最起码应该站在同一个立场上，而非……精神波动稳定。他没有说谎。前天的任务奖励，我得到了先帝级神识感悟。他若说谎，骗不过我的神识。故之前你我确有些仇怨，我不敢渴求你原谅我曾经的所作所为，但我希望这件事能引起你的重视。凭你这番话，这笔交易我允了。继续说。第二个秘密，你应该知道那些注射了魔物血清的人都成为了异变者。但就在昨天晚上，理事会突然宣布已经控制了所有畸变者，并宣称帮助他们恢复了理智。这些异变者里有我们的人，我暗中进行过试探，他们并非原本的人。我这样说或许有些深奥，不过如果是你的话，或许夺舍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有趣。这么说来，理事会的人可能已经和外神联手了。血特，亚当，你在干什么？布朗尼小姐果然神机妙算，她已经知道你要变节，并留下了命令。如果你私自与顾长风接触，批准授权将你当场击杀。你跟这个世界说再见吧！所有人听令 ，fire！ Oh my god！ 吓死我了！大惊小怪。第三个秘密，其实在这场直播节目开始前，大夏州的人就秘密联系过我，他们开出极大的代价来赎回你的自由。节目开始前，那就是说，在我还没穿过来，没有解锁系统，没有成为修仙者之前，大夏州官方就在想着保我了。这是蓝星，不是地球，大夏州也不是华夏，但有些东西却是不会改变的。很抱歉，顾，当时初或许我应该直接答应大夏州的条件。戴蒙德，这条情报比前面2条更让我满意。你我之前的恩怨两清，现在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恢复节目直播，帮我联系大夏州。没问题，我虽然与理事会决裂了，不过布朗尼临走前将这里的最高权限交给了我，直播可以马上恢复。大夏州的同胞，我是顾长风。节目恢复了，顾长风在跟我们对话。如听到我的声音，请立刻下令，让前线部队想办法把那头魔物引向我所在的小岛。我有办法击杀这头魔物。顾长风出手了，他愿意为大夏州解决燃眉之急。太好了，前线的兄弟们有救了！立刻通知前线。是，到最后一刻了，小兔崽子们，家里有老小的，跟着普通人撤离，敢拼命的跟老子一起上，争取再拦的魔物几分钟，为其他人撤退争取时间。顾长风要出手，他通过节目向我们喊话，把魔物往东南方向引，能引多远就引多远，我们会想办法跟他取得联系。好消息，兄弟们不用去送死了，顾长风要援助我们解决麻烦。太好了！别高兴太早，现在还需要一个人想办法将那魔物往顾长风所在的小岛去引。这个任务生还概率几乎为0。魔物与人不同，他们具备一定程度的智慧，但智力与人差距很大。一旦锁定目标，在击杀目标前几乎不会罢休。明白了，传我命令，所有人停止攻击，我们派去引诱怪物的飞机马上就到。这个世界连版图跟我前世生活的地球都截然不同，我的神识
最多只能笼罩半径3000公里，现在也只能相信他们了。会长，我说过了，没别人在场的时候，你可以叫我父亲。父亲，过来。父亲，您这是？如你所见，我已经掌握了超凡力量。这次喊你回来，是为了将这力量传授给你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放心好了，这力量并没有来自于血清。你接受力量后，也不会变成那些丑陋的异变者。拥有了这份力量，那我们是否可以与顾长风匹敌？你对力量一无所知，顾长风不过是个化神期，而那位赐予我的力量乃是渡劫期。别说是我，等你接受了这份力量，想杀顾长风，易如反掌。这就是拥有力量的感觉吗？我感觉自己现在无所不能。大夏州那边似乎打算借顾长风的力量来解决麻烦，我不希望看到他们成功。Yes, sir。理事会那边已经怀疑我了，你的要求我很难办到。刚才我试过了，我的权限卡已经失效了。别说把地图投放到你那边，现在整个孤岛的控制权限全都拒绝我访问。你似乎还没搞清楚，自己并不是在和一个普通人打交道。什么意思？我并不需要你把地图送过来，只要你能看到地图，我就能看到。What？ 这怎么可能？与夏虫不必语冰。这里距离大夏州多远？大概7000公里左右。7000。理事会，他们果然来了。怂货，杀一个不留。很好，就这样下去，顶多再有几个小时，就能把这魔物引到顾长风那边。怎么回事？兄弟，买挂嘛？怎么可能？我驾驶的战机至少有3倍时速，这家伙会飞也就算了，竟然能比战机飞得还要快！别做无谓挣扎了，你逃不掉的。你们是白鹰州的人，本座才不是那般低等的生物，本座乃是神的使徒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让你身后的那家伙去完成他应有的使命。至于你，便葬身于此吧。不行，好不容易顾长风愿意出手了，我绝不能在这里停下。蝼蚁还敢躲？这下完蛋了！什么？戴门倒是没有骗我，这些异变者倒是比当初的精英小队强大了不少。刚才被我斩杀的几个，至少都有化神期的实力。受死！什么？找死！到此为止了吗？若让这怪物还有这几个家伙重新杀向大夏州，还不知道会死多少人。可恶！你做的已经很好了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了。区区一个蝼蚁，竟敢戏耍本座，本座这就让你知道下场。呼叫总部，我已无法返航，诱敌计划圆满完成。重复，诱敌计划圆满完成。
我已无法返航。在我前世，也曾有一位英雄遇到这般情况，那时的我只能眼睁睁为他悲痛，但这次不会了。这一次，我亲自带你回家。醒了。你的飞机已经坠毁了。我虽是修仙者，但术业有专攻，我也没法帮你把它变回来。你是开飞机的，让你开个飞剑，应该也不算跨界啊。这道神石会把你送回大夏州。顾先生，你不回大夏吗？现在还不行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回去，只会给大夏带去麻烦。你回去后，帮我转告大夏州，10大财阀已经背叛了人类，与外神达成了合作，而我必定会是他们的第一目标。站稳了。我操！行了，出来吧。那些家伙已经解决了。咦，顾的脸色为什么这么苍白？别废话，我的神石覆盖范围上限是3000公里，而孤岛距离大夏州有7000多公里。范围超了不止1倍。顾先生，您怎么了？没事。已经超过3000公里了，现在开始才是真正的挑战。透支石海大概能维持1000多公里，剩下的3000公里只能拼了。恭喜主人完成今日主线任务，获得奖励：先帝级神识感悟，奖励发放中。系统奖励的先帝级神识感悟中，有一种秘法可以强行爆发神识之力，令神识覆盖范围倍增。配合上燃烧神石的秘法，可以勉强覆盖到大夏州。不过，代价是3天内无法动用神石。不管了，拼了！顾，你还真是个让人看不懂的家伙。我本以为他是那种独善其身的人，可没想到他竟然会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我已无法返航，诱敌计划圆满完成。长官，战报出来了，他们都是好样的。能收敛尸骨的尽量收敛尸骨，无法收敛尸骨的为他们立衣冠冢。在这一战里，敌我悬殊，可他们始终未曾后退半步。他们所有人都是英雄。你是执行诱敌计划的？晕飞剑了。事情就是这样。等等，你让我捋捋，你是说顾长风在3000公里外一剑斩杀了那头魔物，然后还幻化出了一把飞剑，把你送了回来？没错。我的个亲娘！顾长风这已经是仙人级别的存在了吧？7000公里，这都得是洲际级别的导弹才能覆盖的范围了。对了，长官，顾先生有话让我带回来。什么？10大财阀已经背叛了人类，与外神达成了合作，而他必定会是10大财阀的第一目标。他若现在回到大夏州，定会给大夏州带来麻烦。首长，重要情况，顾长风。顾，你怎么样？死不了。自己找个房间待着，我要疗伤，没事少来打扰我。按照父亲所说，我现在相当于渡劫期强者，顾长风不过是化神期，刚才又动用了秘法，现在应该正处在虚弱的阶段，是杀他的最好时机。找到你了，上次见面
我卑微恳求，想要与你合作，可你却拒绝了我的好意。现在该让你后悔了。识海撕裂的疼痛已经减轻不少了。我的识海经过大道须弥果的强化，恢复起来应该比普通修士更快，或许未必需要3天，我就能恢复识海。只希望这段时间别出什么事才好。顾的速度也太惊人了，刚才那种感觉，好像人在前面飞，魂在后面追。坏了，又想吐了。是他。顾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顾，快醒醒，听我说，出大事了！布朗尼来了。布朗尼？怎么回事？他带了多少人？就他自己。就他一个人，你慌什么？不，你不知道，布朗尼背后的卡特家族族长正是这一代理事会的会长。哦。顾，在送你上路之前，请允许我先施礼一下，先解决掉这个背叛10大财阀的叛徒。什么？我虽然很讨厌这个家伙，不过我这人重承诺。后退。好。顾藏风，你现在自己都难保了，竟然还想保戴蒙德？我这人言而有信。可笑！别忘了，当初就是戴蒙德主导把你绑来这个岛上的，你现在还保护他，你脑子被门夹了吗？我做什么？何时轮到一个外神走狗来评判？找死！什么？戴蒙德，你就待在这里别动，我保证，布朗尼伤不到你。这2个人现在都不是我能招惹的。顾长风虽在保我，可不怕1万就怕万一。不行，不能留在这里，得找机会脱身。咦，好机会！回来。顾，我先去安全的地方，你不用分心保护我，这样跟布朗尼那婊子打起来，你也能全力以赴。蠢货！就这，化神期和渡劫期果然还是有差距的。他现在展现出的战力，至少是渡劫后期左右。我虽身具多种强大的天赋，但没有神识配合，实在是太吃亏了。顾长风，你上当了！你真以为我刚刚的目标是你吗？你不会真以为我打算放过戴蒙德吧？什么？我不杀他，只是因为他带来了有价值的情报，我同意与他交易，在他完全听命于我的前提下，我保他不死。刚才他已经违背了我的命令，交易结束，我自然没有继续保护他的义务。这女人倒是够狠，还想杀人先诛心。不过可惜，跟我玩这套，你还嫩着。不好！叮！宿主击杀外神畸变者，支线任务已开启。还有支线任务？支线任务已解锁，宿主每次击杀外神畸变者都可以获得道具奖励，奖励的好坏与被击杀的畸变者实力有关。还有这好事？等等，不对啊，我之前不是已经杀过畸变者了吗？为什么现在才解锁支线奖励？解释：宿主之前击杀的畸变者由普通人经过魔物血液感染诞生，并非外神的直系力量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是由外神的力量转化的？会长，您怎么了？布朗尼死了。什么？大小姐她是顾长风干的，他只有化神期的力量，竟然能越级斩杀布朗尼。雪特，是我疏忽了，我等愿为会长分忧。现在还不行。为什么？主上的力量还没能完全影响这个世界，我们现在能够发挥出的实力只有渡劫期，去了
也是送死。但随着蓝星的位面规则被主上逐渐击溃，我们的实力也会迅速增长。最多3天，我就能拥有大成期的力量，而你们也能拥有渡劫巅峰的实力。那时就是杀死顾长风最好的时机。恢复了，果然，不到3天的时间，我的神识就已经完全恢复，而且还不破不立，神识的力量比之前足足强大了1倍左右。丁，第12天主线任务已发放。检测到主人神识完成升华，请主人全力突破渡劫期，突破奖励先帝级神通法天象地。法天象地是我理解中的那个法天象地吗？正确。好童子，我本来就离突破不远，前2天跟布朗尼一战，更是几乎到了突破边缘，只是因为神识还没恢复，才压制没有突破，现在正好一举两得。长官，出大事了！怎么回事？外面。这是大财阀那边，现在我们也无法联系上他，更无从得知这天地幻异象到底是什么情况。顾长风，受死！怎么就来了你们这些送死的？找死！天地追魂剑，斩！WTF！ 倒是比之前强了一点，不过就这啥情况？这节目不是已经停了吗？为什么又重新直播了？我操，这还是我认知中的蓝星吗？这些家伙是来围杀我峰哥的！顾长风有危险了，可恶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顾神，快醒醒啊！赐予你的力量融合的怎么样了？已经完全掌握了，我感觉自己现在无所不能。我不喜欢狂妄的家伙。对不起 ，Sir。再有下次，我能赐你力量，也能收回来。行了，主上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变强了，我们能发挥出的实力也更强了。你带几个人去把顾长风做掉。Yes, Sir。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的力量为何在变强？哼，你休想知道。如果是之前，我的确需要靠审讯这种低效率的手段来获取信息。不过现在不同了，既然你不愿意说，那就死。你做了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得到近似修仙者的力量，不过在真正的修仙者面前，光有力量可还不够。原来如此。我操，峰哥干了什么？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搜魂术？感觉节目只停了几天，顾神就强大到我们无法理解的样子了。外神的使者，有点意思。按照亚历山大的记忆，随着时间，外神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会变得越来越强。会长大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亚历山大死了。什么？他可是拥有渡劫巅峰的力量，还带了10几个渡劫期，竟然被顾长风杀了。渡劫巅峰并不算什么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让任何人拥有与亚历山大一样的力量。不过，那顾长风不能留了。你要亲自出手？我能赐予他人力量的极限就是渡劫巅峰。亚历山大杀不死顾长风，那其他人也杀不死。主上说了，他本尊降临前，顾长风必须死。你不必跟来。那您的意思是？你去大夏州。大夏州？布朗尼死的那天，顾长风为了一个大夏州的凡人，消耗了大量的神识，甚至为此身受重创，足以见得他是在乎大夏州死活的。我与他的战斗，你们也插不上手，还不如去做些更有价值的事情，不用特意找什么人杀，全力破坏，所过之处一个不留。Yes, sir。我从亚历山大的记忆中得到了不少关于那位理事会会长的线索，从已知情报来判断，他不是那种简单货色。顾长风的气息不见了。大夏州，凡人的力量也敢妄图伤害神明？就这，哼，
他比那天那头魔物还强，现代科技的力量根本就伤不到他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可惜，本来还想跟你们多玩玩，不过会长大人有令，凡大夏州的人一个不留。什么？一个不留，就凭你们，怕是还没这本事。什么人？你是顾长风？啊！你怎么可能在大夏州？你不是应该？你觉得我应该在孤岛上，然后等你们会长去杀我，顺便再拿你们屠杀大夏州的事来威胁，对吗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什么都知道？带你的人撤退，越远越好。好，你们的确拥有匹敌修仙者的力量，不过可惜，真正的修仙者手段可不是你们能理解的。反应倒是不慢，看来那什么凯撒会长给你注入的力量比亚历山大更多。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件事？是亚历山大背叛了理事会。亚历山大没有背叛你们，只不过我现在获取信息跟他背叛与否没有关系。我倒要试试你到底有什么本事。就这？什么？恭喜你试过了，下次别试了。太及时了，顾先生，多亏你赶过来，不然这次不知道又要死多少人。举手之劳。长话短说，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。艾维斯那些人力量来自于10大财阀理事会，那个名叫凯撒的会长，他已经投靠了外神，成为了外神在人间的代名人。外神？没错。顾先生，打吧。多谢理解。顾先生，是你。多谢顾先生救了我。我救你，不光是为了你。总之，好好活着吧。顾先生，上面说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拥有整个东部海岸的最高部署权。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配合的，我们全力配合。不用，你们现在撤退，尽可能退远一点。如果沿途遇上居民，带他们一起撤离。一起撤离？没猜错的话，凯撒的境界应该比我还高一些。如果我们2个人交手，造成的被破坏力是你们难以想象的。我明白了，顾先生。终于来了，顾长风，等你很久了。哦，他为何一点也不慌？从气息上来，他的境界足足比我低了一个大境界，绝不可能是我的对手。难道他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异常？顾长风，我本打算亲自与你见面，让你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。可惜你拒绝了布朗尼，而我也只能投身主上的麾下。背叛人级就背叛人级，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有意思吗？你倒是个牙尖嘴利的。就这？什么？这是残影？你能通过亚历山大和艾维斯体内的力量，知道他们死前的经历。那又怎样？知道我为什么说你们永远无法匹敌真正的修仙者吗？理由很简单，你们的确掌握了不弱于修仙者的力量，但可惜你们对力量的理解还停留在凡人的阶段。修仙者的神通无穷无尽，大道万千，而你们对力量的理解仍然局限于肉搏。什么？雕虫小技？怎么可能？在我的神圣感知里，这些顾长风竟然全部都是真的。找到你了。老实说，
欺负你这种空有数值的白板号，真的很没有成就感。你找死！你以为只有你有底牌吗？还来！哼，同样的伎俩，你以为能骗我第二次吗？你，所以说啊，欺负你真的没啥成就感。你敢耍我！耍你又怎样？你除了耐揍一点之外，跟亚历山大·艾维斯相比，也没什么区别。上钩了？什么？没有根基的修为，本就是水上浮萍。你的神识本就虚浮，生死搏杀之际，还敢心神失神？你不死谁死？报。主人累计击杀4名外神使徒，已达成支线奖励领取条件，是否领取？领取。恭喜主人获得支线奖励——万用入门心法大道经。入门心法？筒子，你认真的？我都渡劫期了，手里掌握着天地追魂剑、法天象地2大仙帝级杀招，你给我入门心法？这玩意儿我肯定是用不上了，不过或许对其他人有用。大成器成了！真没想到，这才短短不到20天的时间，我就从一个普通人成为了大成期强者。如今的我，神识直接可以覆盖大半个蓝星。第19日主线任务已发放，检测到主人已成为大成期强者。身为绝世大能，怎么能没有门人弟子？请宿主开宗立派，传承修行之法。开宗立派？我操！原来如此！我说你为什么奖励我这玩意儿，合着在这里等我呢？我修炼的大道鸿蒙诀是仙帝级功法，想要修行就必须有足够强大的血脉。可蓝星上除了我自己，血脉来自于童子的奖励，其他人就算拿到心法，也根本无法修行。那个，有件事需要你们帮忙。顾先生，但说无妨。虽然时间不是很多了，不过我还是打算把修行的心法传承出去。你们挑一批资质好些的人，让他们来拜我为师，我将修行心法传授给他们。哈哈，可顾先生，有个问题，您说的资质该怎么判断？倒是把这件事给忘了。你等一下。就用这个吧。尽管不是第一次见到了，顾先生的手段还是这么令人震惊。行了，你就别夸了，怪不好意思的。你让人把手放在这摆件上，就能测出他们的资质。没问题，顾先生。对了，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？比如年龄什么的？这无所谓。好，我马上落实。反正只是为了完成任务，并非真正传承衣钵，只要把入门功法传授给他们就行了。顾先生，第一批筛选出来天资超过9品的，都已经抵达您住处了。哦，这么效率？当然了，顾先生的要求现在是最高优先级。况且，若大夏州能多诞生一些修仙者，或许会带来更大的改变。不错，我会告诉这些人，让他们不必敝帚自珍，修仙功法会尽可能传播到每一个人的手里。先生大义。先生，人带来了。两位辛苦了。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，我传法给他们的同时，你们也留下来一起修行吧。真的可以吗？多谢顾先生！竟然是活的顾神，以前只是在电视里看见，没想到竟然有机会看到他真人，而且
他刚才这话的意思，难道是要收我们当弟子？你认识我？当然了，你可是顾神哎，全世界有几个不认识你的？顾神？没错，这外号还是我最先起的呢。现在这么称呼你的人，都是跟我学的。哼，起得好，以后别起了。我不管你们之前是干什么的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所有人便是我名下的记名弟子，我会传授你们修行的功法。不过，在这之前，有件事我必须先说清楚。请师尊指示。请师尊指示。凡修行我传授功法者，需遵循以下3戒：第一，不得与外神勾结；第二，不得恃强烈弱；第三，不得倚仗修为为非作歹，违背者，我会亲手诛杀，以肃门规。是。这样一来，今天的主线应该算是完成了吧？恭喜主人完成第19日主线任务，奖励先帝级道运神皇大道。神皇大道，这就是神皇大道。这奖励有点强啊！只要踏上这条大道，哪怕我被杀死，也能借助人族的信仰无限复生，无敌啊！风哥，哦不对，师尊，我成了，成了。引气入体，这是进入炼气期的征兆。这家伙的天赋这么逆天的吗？顾神，我成为修仙者了！恭喜宿主完成第16日主线任务，获得奖励先帝级宝物上古灵树，吸纳入体后，可无限汲取灵树中的能量。果然，他们的天赋或许不错，但这么快能引气入体成为修仙者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天地间的灵气复苏了。周围的天地灵气至少比我修行第1天浓郁了100倍以上。做得不错，最先完成引气入体的2个人留下，其他人可以回去向指挥中心交差了。有事吗？顾先生，出事了！我们监测到异常的生物变动，应该是外神又投下了魔物。哦，搞定了。啊，顾先生，您现在已经强大到这个地步了。修行心法推广的事做得怎么样了？已经全面推广，第一批有修行资质的人已经全部集结在一起，正在进行集训。按照我们的计划，他们这一批人成为炼气期后，会分散往大夏州各地。不错，有什么事直说就是。是这样，其他大洲的人要求我们共享修行心法。共享这种事你们决定吧，我懒得参与。明白了，我们会慎重判断。还有其他的事情吗？没了。怎么了？师尊，我可能要突破了。是差不多要突破了，准备一下，让楚南给你护法。好。还有10天时间，我虽把修行心法传授了出去，不过以他们的修行速度还远远不够。哪怕沈清月和萧楚南2个人是我亲自指点，现在也才金丹期。外神的实力还不是现在的蓝星修仙者们能抗衡的。最终的大战，还是只能靠我自己。还在继续挣扎吗？没想到这片世界的位面意志竟然这么执着。渡劫期斩杀大成期，哪怕放在当初的修仙界，也算是一方天骄了。不过这点实力在本座面前还是太过孱弱了。最多10天的时间，
本座就能彻底撕裂蓝星的位面屏障。顾长风，既然那些废物杀不掉你，那本座便亲自捏死。恭喜主人完成第28天主线任务，获得奖励：先帝巅峰修为。师尊，您传授的秘法果然神奇，他们竟然真的看不见我们。废话，不然以咱们师尊的知名度，恐怕走不了几步，周围就得被人群包围了。行了，别闹了。知道我为什么要带你们出来吗？师尊境界比我们高太多了，您做事我们不敢瞎猜。不用那么拘谨。这是我按照你们的体质为你们准备的传承之主。还记得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，外神很快就要降临蓝星吗？师尊，那外神很强吗？连您也对付不了？现在还不知道。自从我斩杀了凯撒之后，那外神就再也没有其他动作。现在我也没法判断他的实力，不过万事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开战之前，我会把你们还有一些修仙者送到太阴星。你们现在的肉身已经能够在真空下生存。如果这一战我败在了外神手里，这2颗传承之种的封印会自动解除。到那时，我要你们带领剩下的人活下去。师尊，这2个人秉性都不错，我有人皇大道融合，只要他们别犯傻，老老实实活着，我就能借助人皇大道复生，也算是上个最终保险了。当初看电视，师尊一个人杀翻理事会那么多高手，我只觉得爽，觉得羡慕，幻想自己也能像他这么厉害。但没想到，真正成为修仙者，需要背负的比我想象中多多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顾先生，时间快到了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已将所有人转移到地下设施。顾先生，您确定不需要我们来帮忙吗？不用。终于要来了。第30日主线任务已完成，最终奖励已发放。恭喜宿主获得奖励：无上先帝神兵库，解锁108件先帝级神兵使用权。这就是外神的本体吗？顾长风，就是你一直在阻碍本座的计划。你就是那个入侵蓝星的外神。正是本座。不过外神这个称两户本座不喜欢，乃是踏破万千外面的至强者，区够体现本座的尊崇。不对劲，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。这家伙怎么这么弱？奇怪，为何他身上一点修为气息都没有了？我靠，这就是身处真空的感觉吗？师兄，你看，战斗已经开始了。可惜我们太弱了，这种级别的战斗根本不是我们能插手的。传承之种的封印，可千万不要消失。师尊，顾神，你可一定要活下去啊！怎么会？不是哥们儿，你没吃饭吗？亏我还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没想到你才是个区半步仙帝境，感觉自己有点小题大做了。你说什么？区半步仙帝？哼，那你又是什么境界？看好了，霸天象地，开！
顾长风修为仙帝巅峰。什么？不可能！蓝星的灵气明明才刚刚复苏，就算是位面意识察觉到危险，提前释放机缘，你也绝不可能这么短时间修炼到仙帝。一般人的确不可能，不过可惜，哥们儿不是一般人，哥们儿有挂。有挂什么意思？我覆灭了那么多位面，我吸收同化了不知道多少生灵，近100万年的时间才走到了半步仙帝境。你顾长风凭什么？什么？顾长风，我不知道你如何成为仙帝巅峰，不过尽管你的实力出乎我的预料，可那又如何？你以为我踏破这么多位面就没有跟仙帝交过手吗？看好了，好戏才刚刚开场。什么？我虽只是半步仙帝，但死在我手里的真正仙帝级没有100也有80，而我所倚仗的就是这同化大道。任何生灵只要沾染我的气息，就会被同化为我的分身。换言之，只要这蓝星还有生灵存在，我就不死不灭。不对劲，这些被同化的虽然比外神本体弱一点，不过也都达到了半步仙帝这个层面。没用的，就算你是仙帝又如何？你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。你能杀1个半步仙帝，100个半步仙帝，可这蓝星上的人何止几十亿，你杀得完吗？我好像明白了，他是靠同化大道将藏在地下的幸存者同化成分身，而我有人皇大道，而且是被系统评定为仙帝级的大道，没有理由不是他的对手。顾长风，你还真让我意外。那些被我所吞噬的位面中，不乏有成就仙帝几万年的强者，而你区区一个修行不足1个月的年轻人，竟然能想到这一点。那又如何？看来你发现了，你的人皇大道的确可以保护那些凡人，不过代价却是要消耗你的道运。为了一群蝼蚁，放弃已经到手的仙帝修为，你真的舍得吗？我好痛，这是哪里？顾长风，你疯了！你敢自爆仙帝道运？唾手可得的东西并不值钱，但倘若有一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世界里，我亦会希望有人能为我挺身而出。你，看来我时间不多了。你这个疯子，自爆大道的代价，就算你是仙帝也承受不住，你死定了！或许，不过在这之前，你会比我先死。看来这一战是我赢了。不，本座不甘心，我100万年的修行，凭什么败给你一个修行堪堪1月的蝼蚁？结束了。师尊，你们应该感受到传承之主的封印在解锁。放心好了，我不会彻底陨没，只要人道大兴，我便可以在人皇道中复苏。师尊放心，我们一定将您的传承发扬光大。弟子发誓，定会复活师尊。
怎么回事？难道这就是陨落的感觉？这里是我刚穿越来到这个世界的房间。正是。谁？孔子姐。宿主您好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是蓝星位面的化身，你也可以理解为位面意识。位面意识，我懂了，我全都懂了。原来如此，这样就说得通了。怪不得我的系统可以准确计算出外神降临的时间，还能每一次都精准监视到外神爪牙的出现。原来是这样。感谢你彻底击败了万界吞噬者，我代表蓝星无数生灵向你致谢。为何是我？你的身体是蓝星生灵之中天赋最高的，而万界吞噬者在对蓝星展开入侵前，就已经暗中将烙印打入了每一个人灵魂之中。你的灵魂是纯净的。因为我是穿越者。正确。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，蓝星和我前世生活的世界一样，也是以科技为主的位面。你作为这样一个世界的位面意识，为什么能发出大道混沌圣体、大道鸿蒙诀这种奖励？这是修仙界全民飞升。正确。早在蓝星这一代文明诞生的几亿年前，蓝星曾是修仙界的起源之地。10大财阀的那些人误打误撞之下为你编造的故事，曾经是这段位面的一段真实过往。亲爱的宿主，你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，最终奖励如下。宿主可选择在当前世界重塑肉身，获得位面青睐及进入星空之路资格，或携带10亿等价物回归原来的世界。如果回归我原来的世界，我的修为……位面不同，无法保留。那还说啥了？重塑肉身。师姐，你也来看师尊。师尊，自从您陨落后，弟子和师姐按照您的吩咐，开宗立派传授修仙心法于天下。现在人道大兴，人族修仙者数量过10亿，随着灵气复苏，各路天才层出不穷。如今，已有天骄朝着外星系进发。我们会一直努力，直到人族气运兴盛的，能让您从人皇道复苏为止。何人敢闯禁地？清月、楚南，你们2个家伙出息了，还敢用神识来扫描为师了？师尊，真的是你吗？废话，这世上还能有冒充我的人？不是，你们哭什么？万界吞噬者被我消灭了，咱们打赢了。等会儿，你俩不是被我送到太阴星了吗？以你们的修为，应该自己飞不回来才对啊。我突破元婴后和师弟一起回来的。你等会儿，修炼了1年，那个我消失多久？5年。5年？我靠！怪不得他们反应这么大。童子姐坑我，重塑个肉身而已，竟然用了这么长的时间。这也不能怪我啊！你先帝巅峰的修为太高了，灵气刚刚复苏，我能调动的能量也有限，能5年把你复活回来，实力恢复到巅峰状态，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好吧？好了，别的不说，我回来了。这几年，你们也辛苦了。恭迎师尊回归。顾先生，您失踪这些年，世界各地出现了很多遗迹。除了沈宗主和萧宗主开辟的宗门外，仙州陆续涌现了数十个不同的宗门流派，现在统一受到仙盟的管理。不错。这是仙盟盟主的信物，您已经回归，我想这世上应该没有任何人比您更适合出任仙盟盟主的位置了。盟主，仙盟成立5年，盟主之位一直空悬，因为我和萧师弟还有其他曾受您指点的师兄弟们都坚信您会回来，这个位置一直给您留着。虚名而已，我其实并不怎么在意。忘了告诉你们，其实我很快就要离开了。离开？其实早在几亿年前，被光阴埋葬的上一代人族文明，修仙者就已经存在了。仙帝境或许并不是仙路的尽头，我能感觉到自己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能走。所以我并不打算接受盟主的虚名，而是打算让这个世界的修仙界走上正轨之后，就去踏上星空古路，追寻更远的仙道。
师尊放心，等修仙界步入正轨，我会尽快踏上星空古路，追随您的脚步。俺也一样。我没有两位宗主那么高的天赋，不过顾先生拼命保下的人族，还有万世代星的修仙界，总要有人留下来守家。这就是升仙宗，看上去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别闹，这可是沈宗主、萧宗主亲自担任校长的最高修仙学府。听说教完你们这一届学生，他们就要踏上星空古路，去追随长风大帝的脚步了。总有一天我也踏上那星空古路的。说出来不怕你们羡慕，经过测试，我可是跟长风大帝一样，先天大道混沌圣体，有这样的资质在，我一定也能成就仙帝，踏足星空古路的。竟然真是大道混沌圣体，哼，有意思。当初师尊留下的传承里有一门特殊的功法，你跟我来吧。怎么回事？那好像天门。27年前，长风大帝离开蓝星，就是通过天门踏入了星空古路。难道又有人要飞升了？不要飞升，不要飞升，飞升是场骗局。星空古路尽头的修仙界，根本没有突破的机缘。飞升是假的，他们已经全都堕落了。哟，来得这么齐。师尊，您说堕落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别提了，我用了几天的时间，飞到了星空古路的尽头，才发现那边的修仙界烂透了。还记得30多年前的万界吞噬者吗？那家伙就是从修仙界来的。什么？来，事情大概就是这样。那个上古修仙界还有几个跟万界吞噬者差不多实力的家伙，我打算重点培养你们修炼，等大家实力都上去了，咱们一起杀过去，反攻修仙界。反攻修仙界！